嘿 Lucy， 我是住在德国的台湾吧观众 Fiona， 我想跟你投稿我们一家开车到波兰援助乌克兰难民的故事。嗨 Fiona， 我最喜欢在酒吧里头听大家说故事了，每一则故事都能扩充我的资料库，欢迎你的分享。我目前跟德国的先生住在德国西部城市费尔斯莫尔德。2022年3月11日，我先生和友人开车载了一车物资到了波兰跟乌克兰的边境城市普热梅希尔，援助当地因为战争而逃离家乡的乌克兰难民们。你们这样不就快跨越整个德国跟波兰才到普热梅希尔吗？对啊，我先生和友人开了将近15个小时的车才抵达普热梅希尔，而这座临近乌克兰边界的城市是难民们进入波兰境内的前线城市之一。物资投送的目的地是市中心某间学校的体育馆，这里被安排作为临时安置中心，里面有200多张床位，收容约250位难民，全都是老弱妇孺，而青壮年们则留在乌克兰保卫家园。前来接待我们的曾任普热梅希尔市议会主席的马雷克·扎萨说，普热梅希尔原本的人口数大约是6万多人，战争爆发后约有5万难民涌入，小城的人口数在短时间内暴增到11万。虽然有大量的人力物力进到这里支援，但能负荷的难民数量还是有限。同一时间，也有西欧其他国家的志工单位派出巴士接走愿意逃难到其他国家的难民。马雷克也和我们介绍，普热梅希尔在2次世界大战时曾是德国纳粹和苏联交战的前线城市之一，而现在这个曾经被不同势力分占的城市化身为战乱间乌克兰人民的避难落脚处之一。那现在波兰民众对于乌克兰难民们是怎么想的呢？虽然越来越多乌克兰难民们跨越边境来到波兰避难，的确让波兰承受了不少压力，但波兰人们却坚定又温暖地收留了难民们。波兰人不仅将许多国际物资以及人道救援从边境送往乌克兰，民间志工也组织起多语言的志愿团体，协助安排医疗、住宿、咨商等资源。此外，波兰公路上的收费站员确认车辆的驾驶为乌克兰人后，挥手表示乌克兰人们不用给过路费，希望为这些驾驶自家车逃离的乌克兰人减轻一点负担。那在德国的 Fiona， 你们又是怎么开始这次的援助行动呢？我们其实只花了1周的时间准备就出发了。只用了1周？是啊，起初是我先生接到我们居住的费尔斯莫尔的前市长 Thorsten Kurte 的联系，询问我们参与援助的意愿。我跟先生还有家人们简单讨论后，很快就决定进行运送物资到波兰的行动。我们透过自家经营的五金行社群粉丝专页发布募集物资的消息，也利用店里的空间来集中分类地方上支援的民众送来的物资。让我们很惊讶又感动的是，消息发布后，我们在短短的1周内就募集到 1.7 吨的物资哦。1.7吨，那大约是快4台发财车的载货量哎。想请问大家捐赠的物资有哪些呢？大概有这些。在这些物资当中，有一半是捐赠者本来就有的，另一半是他们特地到商店购买的新品。然后大概有70多位热心朋友前来捐赠物资，我看到其中也有许多是家长带着孩子一起来，还有乌克兰裔德国籍的捐赠者。总之，不同年龄层和背景的人们都参与了这次的援助。大家都非常关心乌克兰人民的处境，我也发现许多家长透过带着孩子来捐赠物资，借此教导他们，帮助那些被迫离开家乡的乌克兰家庭和儿童们。也有很多人甚至主动表示愿意提供家中房间给乌克兰人。当一个国家受到战火波及时，周边许多国家都会受到牵动，有些会像德国跟波兰一样伸出援手。这样的心态跟行动力让我好感动哦。Fiona， 除了德国跟波兰外，还有其他国家的援助车辆吗？完成运送物资的任务后，开车从波兰返回德国的路上，
就有许多跟我们一样前来投送物资的车辆，以及前往边界接送难民的大型巴士。这些人来自欧洲各地，像是瑞典啦、荷兰啦、德国、瑞士、奥地利或是西班牙。至于逃离乌克兰的车辆中，有些家庭看得出经济条件不错，但也有普通的小家庭、老夫妇，或是独自载着孩子的母亲。他们唯一的共通点是，后车厢都塞满一袋袋家当，而脸上的表情都道出他们对未来的茫然。先生也和我分享，本来马雷克·扎萨的儿子有邀请他和友人共进午餐，但看了这些经历劫难的难民后，他们感到非常难过和沉重，也不愿多做打扰，就离开了。他说，安置中心的难民非常安静，所有人就和来自西欧的自己没什么差别。许多孩子安静地围坐一起，看着汪汪队立大功的卡通。这是我家差不多年纪的儿子最爱的卡通。一想到这，他就忍不住红了眼眶。回到我自己身上，虽然过去也有在德国交换，还有中国跟英国工作的经验，但直到婚姻跟家庭的关系确定落脚德国后，才逐渐感受到自己与世界的连结密不可分，也开始相信个人的力量是有能力影响他人的。只是我也想到，对乌克兰的难民来说，成功跨过边境只是开端，该在哪里展开新生活？住宿、就业、就学，该怎么办？有好多问题等着这些乌克兰人们去面对。至于战争什么时候结束，什么时候可以恢复原本的生活，这些问题我想都还很困难。这些就是我们在德国募集物资，并到波兰普热梅希尔投送援助乌克兰人所看到的故事。说到这里 ，Lucy 我想到 Fiona 人就在欧洲，更能感受到战争带来的影响。她的身边就有许多来自乌克兰的朋友，也因此更能同理难民的处境，也能很快找到自己与乌克兰的连结。而台湾人身处海岛国家，没有与其他陆地相连，虽然也会想关心国际难民，但现实生活里的确比较少实际与难民接触的经验。然而，战争的确影响了全世界。面对这场巨大的难民危机，远在8000多公里之外的台湾人能做什么呢？虽然我们比较难像波兰人一样面对面帮助乌克兰人，或是像 Fiona 一样募集物资送过去，但除了乌克兰难民，和台湾人更亲近的还有反送中后的香港难民。台湾人与台湾政府又是如何面对香港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难民呢？影片的最后也想问问你，你对于难民的样貌有哪些想象呢？如果台湾要接收难民，你会有哪些支持的原因或者担心呢？ Lucy 我也在台湾吧的官网部落格查到了周宝写的文章。听完 Fiona 的故事，若想要更了解为何波兰人愿意帮助乌克兰难民，从乌克兰与波兰边境的历史故事说起，以及想要成为世界的一份子，台湾人可以做什么？台湾接收难民的政策与困境，可以点进资讯栏连结。本次的问答已到这里播放完毕。Hey Lucy， 等待你的下一个分享。欢迎观众朋友投稿你的故事，就有机会互换我和你聊聊哦。